2.0 开门大戏，塔玛终极售后，5星斗手黑天鹅他终于来了。相信黑天鹅的人气毋庸置疑，就像此屏幕前的弹幕一样的多。本期视频就要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黑天鹅，并解答一些机制与强度的问题。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将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专注武将，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黑天鹅是太傅以来的首位5星风虚无角色，也是继塔塔之后的第2位主打斗者伤害的5星输出。这样塔玛角色久等的售后终于来了。在设计上，黑天鹅区别目前所有的斗者角色。首先，它并没有延续传统的这种持续伤害类型，而是新增了一个独立的奥技机制。而奥技不仅能造成钝刀的持续伤害，还能根据层数叠出钝刀的伤害倍率和额外效果。而相对于地位类似的6面寒腿输出，黑天鹅在单体的削弱能力方面会略逊一筹。但在目前主流的双目标加以上场合，黑天鹅的拓散斗特可以稳定附带更多的攻击目标。同时，奥技的叠层机制在刀血量战斗中也有着更大的优势区间，整体舒适度更胜一筹。综合来看，黑天鹅是一名能通过多种方式给敌方目标施加奥技，并通过奥技层数触发多种额外效果的持续输出角色。除了在流程较长的混沌回忆里可以做到稳定就业，而且群体减防加探视单体使得真群伤的大招放在虚斗叙事里也有一定的创机会。虽然单的赛道比不过旋律和智齿这种专精化的命图，但胜在就业面极为丰富，对于一些难以组建出4支深渊队伍的玩家来说，脆下比也会更高。所以已经提前说好材料，准备第一时间拉满黑天鹅小伙伴，请他们投波1吧。在讲解黑天鹅的行迹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黑天鹅的核心能力，也就是天物的奥技机制。首先，黑天鹅的普通、战技、秘技都有一定概率使敌人陷入可叠加的奥技状态，而附着奥技的敌人在回合开始时会受到一次近乎于满层风化的道额持续伤害，而敌人回合开始时每受到一次斗额伤害都会进一步叠加奥技层数，并且每层奥技都会提高12%的伤害倍率，提满50层后倍率堪比希尔大招加增幅，伤害非常恐怖。当然，这个50层上限虽然看着蛮唬人的，但考虑到斗额伤害不会暴击，而且敌人每次行动触发奥技时层数都会清零，所以实际上也没那么恐怖。但在魔女宇宙里搭配黑大帅那一排足以让4090掉帧的小数字，这个奥技能有多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此外，在奥技叠到3层和7层时，还会分别获得伤害扩散以及50%20%防御的额外效果。但比较可惜的是，这两附加效果只能在敌人回合开始时触发，直接让塔玛引以为傲的引爆效果大折透。但这并不代表黑天鹅不需要塔玛，相反，塔玛引爆的奥技不仅不会掉层，配合黑天鹅的行迹2效果，反而还会给它叠层，再加上奥技本身倍率爆炸，吃的还是黑天鹅的面板。在塔玛速度拉满的情况下，战绩引爆对于队伍整体的输出那可是实打实的提升。换句话说，没有塔玛的情况下，黑天鹅的奥技层数都叠不上去。想用停云点黑天鹅大招充能来弥补奥技叠层，这效率对比一下，只能说不存在的。不过武教还是觉得塔玛是黑天鹅的最佳驾驶员，这句话有失偏颇。毕竟屏幕前的你们才称得上是黑天鹅的最佳驾驶员，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黑天鹅的2个主要技能和其对应的大型技。先说战技，黑天鹅的战技和大多数斗特手一样，是标准的突然技能。但和塔玛不一样的是，它除了能对受到伤害的所有目标叠加奥技，还会附带20%左右的群体减防效果。而在解锁了行迹1藏中躁动后，黑天鹅每次释放战技东击陷入风化、裂伤、灼烧出现状态的敌人后，每种类型的斗者状态都会使主目标额外陷入一层奥技。虽然加快了奥技叠层，但投一道战技倍率一般且自身无法引爆奥技，所以实战中在一点有限的情况下，还是更建议让黑天鹅用 EAA 循环维持敌人身上的减防效果，同时持续缠点让刀术塔打出更多的引爆输出。接下来是黑天鹅另一个重要的输出手段大招。和常规斗手不一样的是，黑天鹅的大招无法引爆敌人身上的奥技效果，但在释放大招后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次风属性伤害，并为其附加持续2回合的接入状态。接入有点类似于海妖的承负，是一种特殊的标记状态，并不需要校友命中就能100%触发。而在接入状态下，敌人受到的伤害会提高最多25%，并且附带的奥技会被视为同时陷入了全部斗者状态，而且配合行迹1藏中躁动，还能让战绩一次性叠5层奥技。此外，黑天鹅在释放大招后，下一次奥技触发伤害时还不会重置层数，相当于提供了一次道尔的单次增伤，也进一步拉开了霍尔特的充能奶妈和其他生存位的差距。而黑天鹅的秘技就比较有意思了，黑天鹅释放秘技后，下一次战斗开始时会有150%的基础概率使敌方每个单体都陷入一次奥技，而敌人成功陷入奥技时，还会再判定一次奥技附着，且每次附着的概率依次递减50%，以120%以上的必要命中来看，这个秘技对每个怪物的期望叠层大概在2至3层左右，对于开局快速出伤还是比较有用的。
但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强化类秘技虽然使用后可以自由切换其他队友，但它的效果实战中是带不到第二面的，所以这个秘技的价值主要还是用来加快第一面的通关效率，给 BOSS 层留下充足的通关时间，对于斗罗体系当需的晚期要求起不到太大的帮助。目前来看，黑天鹅的核心输出为天赋的奥技伤害，而战技和普通都是为了叠加奥技，大奥则是用来提供易伤并锁定天赋层数，所以建议推荐天赋大于终结技大于普通等于战技。从奥技的基础概率和黑天鹅的行技机制来看，黑天鹅非常依赖希尔命中属性，所以东追首选专武重塑时装之翼，40%的刀和希尔命中可以大幅减轻黑天鹅的吃药需求，而且叠满后20%的攻击提升以及30%的无视防御，也让黑天鹅的输入上限提升了一个档次，识别度直接拉满。四星东追同样推荐可以提供命中的猎物的视线，以及活动东追新手任务开始前。而塔妈专武的输入属性在塔黑体系中对于黑天鹅没有太大作用，24%的增伤在黑天鹅最大72%的被动面前也完全不透探，有的话更推荐塔自己携带。然后是仪器方面，万全试验套首选 U 球套，有好的东西磁条量子套也可以拿来直接使用。散搭的话，2风、2速度和2攻击都可以拿来过渡。内圈平玩家首选泛银河山野东司，不过这玩意的副产物是星体拆分剂史莱拉托，有条件的建议橙子直接开盒，没条件的可以用苍穹战线和太东分离战吉特。主条推荐命中1风伤或冬季球、冬季绳、速度鞋。副条推荐120效果命中大于速度大于冬季，带苍穹套的情况下接着堆满160速度。黑天鹅作为斗罗体系的成员，在配对事务上可以说非常笃定，基本上是绑定塔妈以黑天鹅、桃塔、增伤辅助加生存短的斗助为主，而目前上限最高的选择自然是黑塔卵或者多核组合。在阵容中，卵没能解放输入词条的压力，或者可以解放充能和冬季词条的压力，两者结合对于黑塔组合的伤害提升非常明显。平民玩家没有这两位的，也可以分别用艾斯达、佩拉和其他生存位替代。实在没有桃塔的朋友，可以拿桑博勉强应对下风弱环境，但在非弱点环境的混沌回忆下，黑天鹅离开桃塔基本没啥竞争力，所以上版本刀战原主特意为黑天鹅抽取了塔妈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举个手吧。目前来看，黑天鹅心魂强度优秀，但灵魂机制也比较完整，搭配黑塔体系强度足以应对现阶段的混沌回忆。不过异魂有着到达25%的四属性减烫，不仅不会稀释，而且在黑塔体系里能做到100%附带，对队伍的综合提升巨大，堪称最强一命。如果你对黑天鹅在未来的表现能存在强度焦虑，可以考虑抽取，但如果你本身低命且不带佩拉，减防的刀收益优势累积不起来的话，那就没太大必要给黑天鹅补充心魂，有条件的优先补的专武吉特。所以大家对黑天鹅的看法跟疑问是什么呢？感谢大家3点多有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